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美国参议院决议承认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境，美国继续在反中道路上狂奔。3月14号，美国参议院两党一致通过决议，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线，并且声称为阿努拉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决策层在反华仇中道路上继续狂奔，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右翼罪证。按照印度有关媒体的分析，美国政府很早以前就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正式边界了。这个历史会追溯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前，当时中印关系已经陷入了紧张。肯尼迪政府原本决定在藏南问题上保持中立，但是战斗刚一打响，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斯就设法劝说肯尼迪政府改变政策，承认麦线。当时加尔布雷斯发布声明说，麦克马洪线是公认的国际边界，并且受到现代法律的认可。我们认为它是该地区的北部边界。当然，加尔布雷斯也就是说说而已。当印度军队被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打垮，尼克鲁向美国请求大规模军事援助的时候，他就退缩了。通过加尔布雷斯的声明呢，美国政府在那个时候就为日后用麦线来挑拨中印关系埋下了一个伏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出版的著作地图当中总是把中国的西藏南部挖掉一块，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把藏南丹豆划出，列为争议地区。今天呢，美国在挑唆周边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矛盾当中反复遭受失败，特别是在挑唆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加大台独力度，引爆台海战争，这样的阴谋被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一致识破。于是呢，美国有另行方向的恶心中国。印度作为一个南亚大国，长期和中国有着领土主权纠纷，多次发生武装冲突，死伤不在少数。美国想通过挑动麦线这个概念，是不是就能够让中印关系更加恶化呢？这一次，印度的舆论比较清醒，普遍认为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决议肯定会激怒中国，可能表明美国愿意介入中印边境争端，并且加强印美军事合作。从印度舆论界的表现来看呢，他们也不敢接这个话题。印度这个国家虽然算不上强大，但是政府和外交部门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美国人想要什么，印度政界是清清楚楚。其实印度这么多年来一直顽固地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中印的边境，即使为这条线几次挨揍，他们也不肯改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打算为此和中国进入高强度的武力对抗状态哟。眼下，印度方面在边境问题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加紧基础设施建设，为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做准备，并没有大规模的增兵的迹象。另外，和中国这样的对手搞对抗，印度无论如何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动员。我们同样也没有看到印度国内有动员的迹象。印度政府目前正在推动内政部在边境问题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淡化印度国防军的任务。这也可以看作是印度政府对待边境问题的一种态度。总的来说，印度从莫迪政府到各路政客，乃至平日里跳得最高的那些反华媒体，对于美国参议院的这一次决议案呢，反应都非常谨慎。印度报纸的评论已经在为这件事降温，说这不是美国转变立场了，而是对加尔布雷斯声明的重申罢了。事实上，现在是美国比其他人更需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发生比较激烈的武装冲突，这样美国就可以趁机介入，驱赶流动资金进入美国，缓解美国面临的严重的债务和通胀问题。如果这样的一场战争能够把中国卷进去，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中国显然不会上这样的当，中国的周边国家也不会上这样的当，甚至连刚刚向美国开放了更多军事基地的菲律宾，也仅仅是做出了一些政治姿态而已。虽然菲律宾海警船在南海地区与中国海警发生了对峙，但规模很有限，没有大规模升级的趋势。所以美国政界想把手里的美元美债双杀这个大雷扔到世界其他地方去，显然是不太容易成功的。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